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固相中的扩散。那首先来看各种晶格类型原子的扩散，那包括金属晶体、离子晶体以及共价晶体三种由不同化学键所构成的晶体中的扩散。那么先来看金属晶体中的体积扩散。实验证明呢，对于大多数金属晶体而言，它的扩散呢都是空位机制。尤其是本真扩散呢占主导作用，因此说它的扩散激活能由两部分组成，包括空位形成能和质点迁移能。那么对于不同的金属而言，熔点越高呢，说明金属之间结合键的强度也就越大，那么它们质点的扩散的激活能也就越大，扩散不容易发生，扩散系数要小。但是呢，当间隙原子相对于正常格点原子它比较小的时候，或者说是晶格结构比较开放的时候，也会发生间隙扩散。那比如说碳、氮、氧一些原子半径非常小的原子呢，在多数金属中的扩散都是间隙扩散。那我们常见的这个炼钢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生了碳在铁中的间隙扩散，它的特点是间隙比较多，而且的扩散速率比较快。活化能呢，也只是与质点迁移能有关系，非常容易发生。离子晶体的扩散可能会涉及到两种机制，对于大部分的离子晶体而言，也都是按照空位机制来扩散的。但是对于少数开放型的晶体来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氟化钙、氧化铀，它们当中的间隙非常的大，因此呢，质点容易发生间隙扩散。氟化钙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味精，在玻璃中呢可以降低熔点，而且可以降低整个的烧结温度，还可以起到澄清剂的作用。以氯化钙杂质掺杂进氯化钾中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下钾离子的扩散。钾离子的扩散都要在钾离子的空位中进行。那么对于离子晶体氯化钾来说，钾离子的空位就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氯化钾本身的由于温度的升高而产生的肖特基缺陷，形成了钾离子空位，这个时候发生的是本真扩散。另一方面呢，氯化钙掺杂进氯化钾中，发生了不等价置换，那么也会形成钾离子空位。在这些钾离子空位中的扩散就属于非本真扩散。因此呢，可以看出离子晶体中影响扩散的缺陷来自于两个方面，本真点缺陷和掺杂点缺陷。本真点缺陷形成的能量高，只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足以引起明显的扩散，而掺杂点缺陷在较低的温度下形成，有少量的杂质就可以大大的加速扩散。那么以浪 D 为纵坐标， T1为横坐标，就可以做出钾离子的扩散曲线，如图所示。图中是两条直线，中间有一个拐点。直线1呢是在高温阶段，此时热缺陷占优势，斜率是负的 R 分之德尔塔 HM 加上2分之德尔塔 HF， 扩散激活能由两部分组成，斜率较大。二段呢是在低温段，因为肖特基缺陷它非常的小，可以忽略本真扩散，那么此时属于非本真扩散。那在同样的坐标中作图呢，直线的斜率减小，变成负的 R 分之德尔塔 HM。 大部分离子晶体的扩散都由两部分组成，低温下发生非本真扩散，当温度升高至某一个转折温度以上呢，就会发生本真扩散。所以这里有两类计算题，一类呢是已知这个掺杂量，让你去求转折温度，还有一类呢是已知转折温度呢，让你去求最大掺杂量是多少。
解题的方法都是让拐点处的热缺陷浓度和杂质缺陷浓度相等，然后再根据要求求解。那么分析一下，当杂质含量增大时，发生非本真扩散向本真扩散的转折点向哪个方向移动呢？杂质含量增大，这个时候就证明杂质中空位的浓度增大，那么只能继续升高温度，才能让热缺陷浓度和杂质缺陷浓度相等，也就是发生非本真扩散向本真扩散的转折点呢，要向高温移动。我们再来看一下共价晶体中的扩散。我们知道共价晶体呢，它属于开放型晶体，空隙非常的大，比金属晶体和离子晶体都要大得多。按理说呢，它应该发生的是间隙型扩散，但是事实上呢，在这类晶体中发生的扩散呢，仍然是以空位扩散为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共价键它的特点是具有方向性和饱和性。如果发生间隙扩散呢，它不利于成键，也不利于能量的降低。例如，金刚石晶体的间隙位置尺寸和原子尺寸相差不大，但是呢，还是要按照空位机制进行扩散。由于共价键的方向性和饱和性呢，会使得自扩散的活化能远远大于熔点相近的金属晶体活化能，所以说扩散系数也是大大下降，它不容易扩散。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熔点差不多的金属银和金属锗，银是金属晶体，扩散活化能很小，而共价晶体锗的扩散活化能就要大得多。这就说明了共价键的方向性和饱和性呢，对空位的迁移它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非化学剂量化合物中的扩散。那么由于气粉或者氧分压的改变呢，会在非化学剂量化合物中形成相应的空位，因而使得扩散系数明显依赖于环境气粉。我们主要来看阴离子空位型和阳离子空位型这两种非化学剂量化合物。对于阳离子空位型氧化物，我们以氧化亚铁为例。我们说铁呢属于变价元素，受气粉或者氧分压的影响，一部分的二价铁会变成三价铁离子。下面是它的缺陷反应方程。那我们可以根据缺陷反应方程的平衡常数推导出来，亚铁离子的空位浓度是和氧分压的1/6次方成正比。而且扩散系数的表达式显示，亚铁离子的扩散系数 D 呢和它的空位浓度是成正比的，那么最终得到扩散系数 D 呢是和氧分压的1/6次方成正比的。我们把这个式子变形，然后同样取对数坐标。那么在温度不变的条件下，以浪 P 为横坐标，浪 D 为纵坐标作图，做出的直线的斜率就是1/6。而且可以看出呢，随着氧分压的增大，铁离子的扩散系数也是增大的。那么当氧分压不变的时候，我们以 T1为横坐标，以浪 D 为纵坐标作图，发现斜率是负的。而且呢 K 呢等于负的 R2 德尔塔 HM 加上3德尔塔 H0。这个值呢恰好处于非本真扩散和本真扩散的斜率之间。如果这个非化学剂量化合物里边的缺陷是负离子空位型，比如说我们以氧化锆为例，由于高温下氧分压的降低呢，会导致下面的缺陷反应，这是它的缺陷反应方程。同样，我们根据平衡常数得到氧离子的空位浓度和氧分压的负1/6次方成正比。那么同样，我们把它带进扩散系数的表达式中，最后得到扩散系数和氧分压的负1/6次方。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当温度不变的时候，
我们以让 P 为横坐标，以让 D 为纵坐标作图，做出直线的斜率就是负的1/6。可以看出，随着氧分压的增大，氧离子的扩散系数是逐渐减小的。那么当氧分压不变的时候，我们以 T1为横坐标，以让 D 为纵坐标作图，发现斜率呢仍然是负的 R 分之德尔塔 Hm 加上3分之德尔塔 H0。那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就是对于过渡金属非化学剂量化合物来说，增加氧分压呢将有利于金属离子的扩散，而不利于氧离子的扩散。那无论是金属离子或者氧离子，它的扩散系数的温度关系，在 T1为横坐标，让 D 为纵坐标做出的直线中呢，是具有相同的斜率的。如果在非化学剂量氧化物中同时考虑本征缺陷空位、杂质缺陷空位，以及由于气氛改变而引起的非化学剂量空位对扩散系数的贡献，那么让 D 为纵坐标 T1为横坐标中的图将还有2个转折点，如图所示。但是非化学剂量化合物毕竟不太常见，所以我们一般讨论时还主要以本征和非本征扩散为主。好，以上就是固相中的扩散的全部内容。